有缘人，如果你正在逆境，最近特别倒霉，你就赶紧出去玩。那这个霉是哪里来的？你见过那些总也不通风，总也不开门，仓库里面东西是不是慢慢都发霉了？那运气和这个是同一个道理，霉运就是运气发霉了。你到阳光底下抖搂一下，晒一晒通通风，顺顺气，把那些霉都清理掉。黄帝内经讲，人与天地共生，受万物滋养，大自然就是最好的能量场，阳光、空气、水都是可以源源不断来滋润你，并且还滋养你的运气。所以当你运势不佳的时候，你需要赶紧打断你目前的现状，赶紧出去玩一把，放松一下，去走一走，游山玩水，哪怕自己出去放个风筝也好，晒个太阳也罢，去草地上弹一弹都可以。相信我，你的运气会迅速回来，因为你身边的哪些糟糕事，在大自然里，在宇宙里，连一粒灰尘都算不上。每个人都难免遇到不顺心的时刻，有时候走着走着，就好像突然进入了一个死胡同，好像前面是一堵墙，后面也没有了退路，不知道该往哪走了，心情也会变得压抑。有的人一遇到这种情况，就会觉得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气了，认为自己运气不好了。其实这么认为也并非迷信，因为运气本身就是一种能量状态的呈现。仔细回想一下，在你精神抖擞的时候，心情舒畅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做什么都特别顺心？而在你垂头丧气的时候，是不是又会感觉做什么都不顺心，甚至喝口凉水都塞牙缝？这其实就是我们自身的能量场发生了根本变化。当你身处大海边时，你会觉得海风吹拂很惬意，这是为什么？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环境可以改变一个人，环境的能量场会影响人的能量场。所以当你感觉自己不顺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自己关在那个让你不顺的小黑屋里，或者小圈子里面，每天去怨天尤人，如此只会让你的能量越来越低，越来越糟糕。要怎么做呢？一定要走出去，主动去寻找好的能量场，主动去改善自身的能量，而不是傻傻的被动等待。其中有3个地方你一定要常去走一走，借天地之力量，同时向内求，这才是改变自身磁场最高明的办法。1. 借自然之力通气血，扩心胸。其实你的运势差，就是因为能量太低。你如果总是把自己困在钢筋水泥做的盒子里头，那么你的能量就会越来越低，运势也会越来越差，因为大自然赐予你的福报都被挡住了。如果你观察一下身边那些常年在室内抱着电子产品不出门的人，你就会发现他们往往在情绪、运势、健康、关系、专注力、动力等等这些方面就都不会太好。这就是生命能量低的具体表现。其实有一个提升生命能量最快、最简单并且还非常有效的方式，那就是从室内出来。
到大自然当中去，给自己强行换一个能量场。如果你有条件，那你就走得远一点，去吸收不一样的更丰富的能量。如果没有条件，那你也可以走到小区或者附近的公园里。总之，只要能做到每隔一段时间都能让自己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天气里，从沙发、转椅或者床上站起来出去走走，那么恭喜你，你一定比那些不出门天天待在水泥房子里的人能量高，运势好，因为你的生命能量可以定期得到大自然的净化和加持。我举个例子，每周哪怕你能有2-3次在太阳底下的户外正念行走，注意一定是正念行走，可不是一边走一边想事情。那么你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大概只需要3到6周左右，你的生活境况、周边的发生，还有身体和情绪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甚至是惊喜。其实咱们人类祖传的能量充电方式是什么呢？不是电子产品，也不是和别人倾诉，而是阳光雨露，是大山流水，是大自然中万物生发运作时释放的原始能量。道德经里有一句话，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句话很深奥，讲简单一点，其中的人法的就是告诉我们人要效法大地，因为大地虽然不讲话，但它却很有力量，能够承载万物。所以当我们感觉不顺的时候，我们就要去靠近自然，接触大地。最好的地方就是去山里。为什么是山？因为山从平地拔地而起，一直往上连接着天，它本身就有一种积极向上的能量，而且山里是一个能够让你流汗的地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不顺心，就是身体里的气闷住了，流通不畅。中医讲百病生于气，其中的这个气既有情绪的气，也有气息的气。当你心情郁结、神志颓丧时，其实就是气血不活跃了，像一潭死水，自然会发闷、发臭，心情怎么会顺畅呢？这个时候让体内气血活跃起来的最好办法就是去爬山，用2条腿一步一步往上爬，慢慢的你会发现汗开始流出来，直到汗流浃背。但是从体内排出的绝不仅仅是汗水，随着汗水排出的一定还有体内郁结的不好的东西排出来。当毛孔一打开，身体的气血自然就开始活跃了。然后随着你一边走一边大口呼吸，吸进去的全是山里新鲜的空气，树木花草散发的生机勃勃的能量，而吐出来的则是胸中的浊气、怨气、闷气。当你爬到山顶，俯瞰山下的城市，你会发现山下的城市都变小了，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会让你明白，那些烦心事在广阔天地间根本算不了什么。其实我们常常会因为眼光太小，只盯着眼前的一丁点不顺心，就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甚至把困难看得比天还大。然而当你置身事外，处于大自然中时，你会发现随着你的视野开阔，
你的心胸自然也跟着开阔。这也许就是《道德经》讲的道法自然的妙处。大自然从不为谁停留，也不因为谁的悲伤而改变。但是当你把自己融入这个大能量场里的时候，个人的那些负面能量却很快会被它稀释净化。所以感觉不顺心的时候，要常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去大自然中运动，比如爬山，是调养身心最好的方式。借历史沉淀宁心神，生智慧。第二个地方，要去一个能让你安静下来的地方，去自然中运动。流汗就是为了排泄身体的淤堵，让身体变得轻松，这是第一步。而接着第二步就要安顿心神了，因为心神不定才是所有烦恼的根源。当你觉得不顺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你的心太乱，一会儿想这个，一会儿想那个，患得患失，焦虑不安。要去哪里才能静下来？推荐2个地方，图书馆和博物馆，因为这2个地方有个共同特点：第一，安静；第二，有时间的沉淀感。当你走进图书馆，看到书架上一排排书，就会被其书香气所感染。你随便抽出一本，就会发现很可能就是几百年、几千年前古人一生的智慧结晶。试想下，当下你遇到的这点困难，你可能以为是天大的事，但是假如放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简直不值得一提。你会发现，历史上有太多的人经历过是是非非，经历过超级大的磨难，他们的经历比你经历的惨痛太多了。这么一对比，你会发现，人生哪有过不去的坎，一切都会过去的。当你把格局拉伸到历史的维度中，你会瞬间觉得个人得失实在微不足道。或者当你走进博物馆时，看几千年前的青铜器，各种经历了朝代更迭、战火纷飞的老物件静静地躺在那里的时候，站在他们面前，你的心会不自觉静下来，你会感受到时间的流逝。想想人这一辈子短短几十年，到底在争什么、烦什么呢？一辈子追求的功名利禄，100年之后又会在哪里？眼前这些曾经属于谁的宝物，今天不都是安安静静地躺在这里吗？当你走出图书馆和博物馆时，你就可以暂时放下那个小小的我，去连接更宏大的我。你会发现自己不会再聚焦个人得失，而是觉得自己的那点烦恼放在博大精深的时空背景里，简直不值得一提。从而你看待问题的方式也会从情绪化瞬间变得理性，通透许多。懂得了很多问题的答案会不求自得，时间会给你答案。3. 借人间烟火找共鸣，燃热情。天地之间不可以一日无生机勃勃之气，人心中不可以一日无积极乐观之态度。对于生活来讲，生机不只在山水间，更在人间烟火里。因此，当你感觉不顺心的时候，第3个要常去的地方，也是很多人最容易忽略的一个地方，就是菜市场或者一个城市的老街区。
因为这些地方是最有人气的地方，而且最容易让你感受到人间的温度。当你觉得自己不顺心，觉得自己倒霉时，你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觉得身边人好像都在针对你，孤立你，比较爱钻牛角尖，觉得自己的痛苦好像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人可以感同身受。这个时候，如果你去菜市场看一看，看看摆摊的菜贩，虽然他们很辛苦，但是他们和顾客讨价还价时脸上依然有笑容。还有那些来买菜的年龄稍大一点的公婆们，或许步履蹒跚，但却会认真挑选每一种要买的菜，偶尔还会为1毛2毛钱和小贩争论。看到这些景象，你会突然明白，原来这就是生活的温度，原来每个人都在努力生活，但却没人放弃生活。也许他们就是那群看透了生活的真相，却依然热爱生活的人。当你踏进这烟火气里，和他们比起来，你的那点不顺是不是显得有点过于矫情？你会发现，生活最真实的底色就是有苦有乐，有酸有甜。其实每个人都不是离群索居的，当感觉自己运气不好时，多去人多的地方沾染人气，心情自然会开阔越多。这绝不是迷信，而是心理学。当看到别人积极生活的气候，你也会被带动。在那些看似嘈杂的环境中，其实正是你与世界重新连接的地方。自古以来，天地人就是传统哲学与文化中的核心理念之一，强调天地人三者相互依存，和谐共生，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因此，当你感觉不顺时，多去天地人这3个地方，其实就是遵循天地人这一套完整的调节方案。第一步，去山里，去接触自然，开阔心胸，拉高格局，就是让你与天地能量场接轨。第二步，去图书馆、博物馆，安静沉淀，连接历史，就是让你在地的文化根基里，让你站得更稳，看得更远。第三步，去菜市场、老街区，就是让你回归人间，感受烟火，找到共鸣，让你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情。其实当你觉得不顺时，往往都是因为个人这个小宇宙与天地人大宇宙之间失去了和谐相处的频率。常去这3个地方走一走，就是有意识地主动去校准自己的频率，重新回到和谐的轨道上来。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一遇不顺就把自己关起来，闭门思过，这是不对的。其实人的运是流动的，一定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调整与改善。因此千万不要听天由命，或者顺其自然。真正的顺其自然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躺平认输。真正的顺其自然是顺应宇宙运行的道，顺应自然规律，做最合理的事。比如身体闷了就去运动，顺应身体自然心里乱了就去求静，顺应心神自然脱离人群就去感受烟火，顺应人性自然，做了合理的事，状态调整好了，运自然会跟着好起来。但是不管任何时候，
都绝对不要自暴自弃。易经说，否极泰来，当事情走到最糟糕的时候，往往就是要开始好转的时候。但是有很重要的一点，一般人悟不出来，那就是这个转好绝对不是自动的，一定需要一个契机，而契机就是你需要做出改变。你不能一直待在否的状态里不动，你必须行动起来，创造泰来的条件，去爬山，去读书，去看看人间烟火，让自己动起来，就是在为自己创造新生的条件。虽然我不敢保证你的问题马上全部解决，但能保证，当你的心境变得开阔，精神变得放松，心神变得安定时，你一定会重新找回生机勃勃的人生态度。那时你会发现，所有的困难险阻不过是成功路上一段必然经历的插曲，怎么走就全看你的了，路就在脚下。其实古人早已为我们留下智慧，天地人三才对应的正是人的精气神。当你走进自然界天地之气，是在疏通能量；当你沉浸书海汲取文化之精，是在充实根本；当你融入人间烟火，点燃精神之火，是在滋养神采。所以当你感觉不顺时，去走一走这三处，就是在补精、调气、养神，让生命重新回到最和谐的状态。由此可见，天地人的调节不只是让我们情绪舒畅那么简单，它更深层次的作用是在修护与提升我们的精气神。因为精气神是一个人最根本的能量场，它决定了你整个人的气质、健康状态和吸引力。一个人的精气神越好，能量越高，福报和好运也就越多。而精气神差的人，病病蔫蔫，垂头丧气，死气沉沉，让人避而远之，好运也随之远去。守护好自己的精气神，我们就能变得越来越好。告诉你一个玄学真相，你的精气神就是你的未来，精气神形成的身心能量场就是你的核心凝聚力。精气神越足，吸引凝聚天地万物的能力就越强大，即使一切有形的物质财富都消失殆尽，即使所有的人都弃你而去，只要你的精气神在，你的能量、你的气场、你的灵性智慧都会为你重新凝聚一切，创造一切。强者与弱者的区别就是，强者在遭遇困境、深陷低谷的时候，依然能够守住自己的精气神，泰然处之，如如不动。在宇宙整体进化速度加快的大背景中，在能量信息剧烈震荡的大气场下，你需要坚定信念，保护好你的精气神，蓄积能量，待机而动，顺势而为。一个人的气充足了，运气才会好，财也会来。所谓的气，并非虚无缥缈的迷信，而是一个人由内而外的生命状态，是挺拔身姿里藏着的精气神，是沉稳语调中透露出的定力，更是面对世事那份不慌不忙的底气。生活中常见两类人，一类人走路脚跟虚浮，
说话中气不足，做事总像踩着棉花，稍遇波折便一蹶不振。另一类人步履稳健，目光清亮，哪怕身处困厄，也透着一股压不垮的韧性。前者常叹运气不佳，后者却总能在逆境中寻得生机。差别在于气的盈亏，气足者如饱满的骨髓，自带沉甸甸的力量；气虚者似风中的芦苇，稍有动荡便摇摇欲坠。言语清晰的人，做事儿往往有序，外在的表现从来都是内在状态的投射。说到底，气是生命的基石，运是基石上的建筑。一个人若能养好这口气，便给生命打下了坚实的地基，任风雨来袭，自由安稳。人生哪有什么凭空而来的好运，不过是有人懂得在日常里养气，修炼、修心、练己，让自己成为气足的人。当内在的能量足够充盈，他的眼神会亮，脚步会稳，言语会实在。运气与财富不过是随之而来的锦上添花，出路决定思路，意识改变命运。从现在开始，一定要一心一意地保护好你的精气神。01节流篇1，学会闭目养神，别没事就东张西望，把眼神附着在外在的人事物境上，会大量消耗能量。管好自己的耳朵，不去听外在的嘈杂与喧闹。生活是自己的，不要太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3，试着关停自己的大脑，不去轻易定义、评判、分析周围的人事物，不要试图控制任何一样东西。4，控制自己的表达欲，管好自己的嘴巴，少说话，多做事，定期进行一下止语的练习，这是上等的修行智慧。5，极简饮食，不要吃得太饱，保持半饱的状态，减轻身体的负担，也能保持身心能量的清爽。6，减少思虑，对于过去的人生结果不要过度纠结，对于未来没有发生的事情不要过度担忧，活在此时此刻。7，生活是自己的，不要操心别人的事情，不要操心自己能力之外的事情，不要操心天地万物的自然发展。8，净化自己的朋友圈，减少没有意义的垃圾社交，尤其是晚间尽量不要外出，不要去一些充满负能量的场所。9，少刷短视频，不要去关注一些有的没的明星八卦、娱乐新闻，参与任何的网络口水论战，不能给你带来任何的生活改变。02开元篇1，多抬头看看蓝天虚空，把自己的意识舒展到无边无际的宇宙空间去，从宇宙深处获得能量。2，把自己融入到大自然中，登山观海，看云卷云舒，看花开花落，看潮起潮落，看日月轮回，获得自然能量滋养。3，天地同源，万物一体，虚怀以待，自觉链接万物，以万物为师，从万物中获取无限的生机能量。4，
看经典的书，学圣贤的智慧，进入他们的精神频道，体悟他们的光明追求，在与先贤圣者的神交中获取高维智慧与能量。5. 找到自己真正的热爱，全神贯注地投入进去，在忘我的心流状态中身心合一，心神合一，充分激发出内在的能量。6. 主动靠近，进入饱含型积极正能量的圈子、社群，在集体同频共振的气场中得到场域能量的引领与跃迁。7. 养德的能量，日行一善，怀好意，说好话，行好事，到处种下良善的种子，以自己的身心能量去为更多的人服务奉献。8. 身心归位，用心建设一个积极、光明、稳定、和谐的家庭气场，用和谐的家庭能量提升自己的身心能量。9. 精神回收，安静放松，用静坐、站桩、禅行等能量功课不断提升自己顶天立地、合意中正的身心能量场。低维都是方法论，高维都是能量场。真正的灵性觉醒者，人生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一心一意地提升身心能量。能量大于能力，他们在内在良能良知的照耀引领下，顶天立地，链接万物，强化道德内核，纯粹信念中脉，赡养浩然正气。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留下一句时来运转，所有的不顺都将烟消云散，你所有的好运将如约而至，心想事成，风生水起。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